每年下半年，尤其是9月到11月，全球最顶尖的一批企业家、投资人和科技精英都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新加坡金沙会展中心周围那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这里没有硅谷的人口规模，也没有纽约华尔街几百年的金融历史，但每年下半年，这个城市国家却会呈现出一种奇特景象：全球资本、科技公司、创业者和行业领袖开始密集涌入。Token 2049金融科技节、AI 大会、先进制造业展会和消费电子展一个接一个，时间轴上几乎无缝衔接。他们真的只是来参加展览吗？还是在这里寻找下一轮全球产业竞争的入口？答案藏在新加坡打磨了几十年的会展经济逻辑背后。过去，企业参加展会无非是展示产品、寻找客户、谈订单，但今天新加坡的展会角色已经完全改变，它更像全球产业的年度会议，不是一家公司在卖东西，而是一个行业在开年会。在科技与数字基础设施领域， AIMX 聚焦人工智能的商业化落地， Tech Week 则深度覆盖云计算、数据中心与网络安全，这构成了未来数字经济的底层基石。新加坡的 AI 数据中心市场正处于爆发期，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6年的近9亿美元快速增长至2031年的近15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10%。国际科技巨头纷纷在这里落子，而这些展会就是参与数字基建竞赛的最佳入口。在 Web3 与金融创新领域， Token 2049吸引了全球成千上万的区块链企业、顶级投资机构与数字资产创始人。而在金融科技赛道，新加坡金融科技节 SFF 更是吸引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7万名参与者，其中包括上百家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的代表。大家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上一季度的财务报表，而是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演进方向。至于实体经济与制造升级，汉诺威工业展亚太版 ITAP 则连接着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和供应链重塑，直接契合新加坡制造业2030的战略目标。这些展会看似分散在各个领域，但组合起来就是未来全球经济的版图。新加坡所做的从来不是简单的出租场地、卖门票，而是在这片土地上搭建一个让全球未来产业剧烈碰撞的超级平台。那么，这些展会为什么偏偏选在新加坡？核心答案就2个字：效率。新加坡最大的优势从来不是市场规模，而是把原本需要跑遍全球才能完成的商业连接压缩到一个城市几天时间之内。过去，一家企业要布局亚洲，可能需要去美国找资本，去欧洲找技术，去日本找产业伙伴，去东南亚找市场，整套流程下来少说数月。但在新加坡，几天之内，企业可以同时接触投资者、政府机构、客户、供应链和合作伙伴。金沙会展中心附近几平方公里内，酒店、会展中心、金融区、商业中心高度集中。对于全球企业来说，距离就是成本。新加坡把距离这个成本降到了最低。樟宜机场则提供了全球入口，人来了，资金来了，合作来了，机会留下了。机场加会展加酒店加金融，形成一个完整闭环。2025年新加坡整体旅游收入达到创纪录的328亿新元，同比增长 10%， 其中 MICE 会议、奖励旅游、论坛与展览旅游收益达到23亿新元，同比增长 35%。 MICE 旅客的人均消费额是普通游客的 1.7 到2倍。新加坡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到2040年 MICE 旅游收入要从现在增长3倍。数字背后是一个清晰的逻辑，会展经济不只是赚门票钱，它带来的是高价值人群、高浓度商业机会和长期的产业影响力。放眼整个东南亚，年轻的人口结构、快速推进的制造业转移以及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正让这片区域成为全球商业竞争的新高地。面对周边大国的崛起，新加坡非常清楚，
如果单拼土地、资源或市场规模，自己并没有优势。所以，新加坡的战略极其明确，它不需要成为最大的市场，它要成为进入这片广大市场时，全球企业绝不可能绕过的超级接口。这个接口是多维度的，它是金融接口，通过成熟的金融体系连接全球资本与本土项目；它是产业接口，通过先进的物流与服务连接全球供应链；它是人才接口，吸引全球最顶尖的技术与管理精英；它更是规则接口，将国际通行的高标准商业秩序引入区域市场。新加坡没有选择与大国去竞争体量，它选择成为全球企业进入亚洲、走向世界时必须跨越的那座最稳固、最便捷的桥梁。通过高频次、高规格的国际展会，新加坡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这种接口能力，进而牢牢掌握了全球商业网络中的核心话语权。新加坡连续23年被评为亚太第一会议城市，2025年举办了156场国际会议，同比增长 8%， 大型国际活动已经确认排期到2032年，这不是短期热闹，是长期布局。对于正在加速走向海外的中国企业而言，新加坡的展会季同样是一场不容错过的战略机会。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往往依赖于极致的产品性价比和供应链优势，但到了今天，全球化的竞争维度已经彻底改变，品牌建设、合规治理、技术输出以及国际化资源的整合能力，成为了决定成败的关键。新加坡的展会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加速器，消费电子品牌可以通过 COMEX 直面东南亚的终端消费者，快速验证市场需求。AI 与云计算企业可以在 Tech Week 寻找跨国合作伙伴，金融科技团队可以在 SFF 对接全球资本与合规资源，智能制造企业则能在 ITAP 融入国际工业体系。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的参展身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多年前的观展学习，到后来的摆摊设展，再到如今频频登上主论坛发表演讲，参与标准制定，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正在显著提升。而新加坡的展会季，恰恰就是展示这种综合实力，完成品牌全球化跳跃的最佳舞台。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大型展馆的城市有很多，但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一个能够举办活动的地方，而是一个能够让全球最重要的人，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城市发生深度连接与化学反应的地方。港口连接了全球的货物，机场连接了全球的人员，金融连接了全球的资本，而会展则连接着未来的产业与方向。这就是这个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国家，凭借清晰的战略与高效的执行，撬动全球资源，掌握话语权的核心密码。如果你所在的企业正在考虑出海东南亚，新加坡今年下半年这场持续3个月的会展马拉松里，哪一场最值得你花时间去看？你是准备以观众的身份去学习，还是以展商的身份去亮相？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计划。